关东风跟关西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基本上是用温泉蛋来做寿喜烧蘸酱。哦 ，perfect。哈哈哈哈哈！最赞的温泉蛋，吃寿喜烧当然要牛肉，加一点点的寿喜烧酱汁，弄破来当做酱汁，你看，哇，超好吃哎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怎么做关西风的寿喜烧。之前我其他的影片有拍过，就是用做这个寿喜烧风的便当。对，那是比较属于关东风。关东风跟关西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主要可能就差在你在煎肉的时候有没有先放糖这件事情。关西风的会稍微甜一点，就是它有先放糖。关东风的话，可能糖就是放在酱汁里面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京都吃寿喜烧，要跟他讲说，你可能糖要减半，因为你不想要那么甜，或是你也可以体验当地的风味啦，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欢。配料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葱，那日本的话，它会是一些比较大的葱，那台湾那个也是买得到啦，可是没有我没有特别去找。对，那我们就先切一些葱白的段，那切什么样的形状其实没有一定，就是美不美观。就完全是美观的考量这样子，你也可以不放葱啊，如果你不喜欢吃葱的话。寿喜烧它就叫做 sukiyaki，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你喜欢放什么东西就放什么东西进去，对，没有一个特定的一定要怎么样，那我就随便一点啊，来这边其实不用放那么多，只是我喜欢，对我喜欢葱的味道。这个是娃娃菜，那你也可以直接用大白菜，其实看你要怎么切，那我习惯先切半，然后把底下切掉一些。这边有时候会沾到土，对，这样子。我其实常常去吃寿喜烧，我都不吃菜。这个是蒟蒻丝，那超市有买得到的蒟蒻丝。红喜菇，大部分人会放细塔 K， 就是比较大的香菇啦。对，那我懒，对我喜欢吃红喜菇。一方面是它便宜，然后品质又好。有时候市场买的香菇要品质好的话就很难讲，这种它就是没办法直接切的，就是要拿起来再切。它底下有这个培养基，把它切掉。那如果是那种一包的没有底下盒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切培养基，就不会污染到你的砧板。那这个就会比较容易污染到砧板。其实有时候你看到寿喜烧不会有洋葱，可是我自己喜欢吃那个寿喜烧有洋葱的味道，就说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。对，这就是 sukiyaki 的精神。对，你们会想要在 sukiyaki 里面放什么？我好像也看过有放那个年糕豆包的，就是豆皮里面放年糕的，我认为也还蛮好吃的啦。虽然它通常会出现在关东煮里面，可能不同的地方它的那个寿喜烧会有点不一样。洋葱的话，我们切丝，对，那我们先切半。切半之后，把这个蒂头拿掉。那像这个它有2个蒂头的，就都要拿掉了，就一起拿掉。那有些人也是切块，你就看自己啦，不要切太细，不要切成太细的丝，大概1公分吧，1公分宽的丝，摆在葱旁边好了。这就是我们 sukiyaki 今天的蔬菜部分。那通常我们在日本吃寿喜烧啊，他们习惯的是用生蛋来做寿喜烧的蘸酱。在台湾我们比较难买到那个生食级的生鸡蛋，然后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生的蛋白，因为它有一些那个蛋白质抑制剂，会让你就是有些人会拉肚子，有人过敏这样子。然后还有沙门氏菌也是一个危险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基本上我是用温泉蛋来做寿喜烧的蘸酱，我自己的习惯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煮温泉蛋。温泉蛋其实我们之前在别的影片有教过啦，就是我们拿一个滚水来，然后关掉，离火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蛋给放进去。对，这个蛋，那好吧，我比较不怕烫啊，所以我就这样放了。那有些人怕烫的话，你就用汤匙把它慢慢放进去，那也可以靠着锅边这样放，比较不容易破掉。加入250cc 的冷水，然后就把它盖起来，放一边去，12分钟。对，我们来计时12分钟。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，那我们就把温泉蛋给捞出来，我们把它这样捞出来之后放到冷水里面。那如果是夏天你的冷水很热的话，
对，台湾夏天的温水自来水有时候到30度啊。对，那我们就必须要用冰块去降温。对，等它凉了就可以用了。如果我们今天不降温的话，它可能会过熟。对，尤其是蛋黄部分可能会过熟，就没那么好吃。拿来作为蘸酱的话，也比较不适合。寿喜烧的酱汁呢，其实它很简单，就是味淋、酱油，然后清酒，就是1:1:1。然后糖的话，就看你喜欢的糖度。像我今天做的大概就是150cc 的味淋，加上150cc 的酱油啊，加上150cc 的清酒的话呢，大概就是3汤匙的糖这样子。我们就随性一点了，酱油。然后还有一些人他们会做大溪，就是柴鱼高汤或是昆布高汤来制作，那也都可以。对，那就味道会比较深沉，就比较有层次一点。可是我今天想说这是简单的家里面做的，然后大概3匙的糖，然后我们就开火让它煮，稍微搅一下，不要让糖在底下烧焦这样子。这时候你想要加柴鱼片进去一起煮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太咸的话，你也可以加水去稀释它，把它煮滚就可以了。煮滚之后你要稍微试一下味道，如果就看你是不是你喜欢的。如果你觉得太咸太甜，都可以再调整。就像这样子煮滚就可以去放凉，这个大概可以用个1整餐应该是没问题啊。这大概是2人份到4人份。温泉蛋已经算凉了啦，那我们就试一下有没有成功。没有成功就要重煮，拜托不要。哦 ，perfect， 啊哈哈哈哈，成功了！最赞的温泉蛋，这就是我今天的蘸酱了。吃寿喜烧当然要有牛肉，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乐天和牛，对，然后这边是一版的部分，然后这边是卡塔肉丝啊，这边是推片的一版，那这边是 M45等级，这边是 M89等级的。先用这个牛油先润一下锅。这个是柳宗理的锅子啊，对，它的火锅锅，我们来当寿喜烧，有一点深啊，可是我觉得比较符合台湾人的个性，这是关西风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撒一点糖，撒一点糖在上面，对，哦，火太大了，我先关火一下，啊，翻车，已经变焦糖了，翻车。然后我们赶快把肉放下去，这样，因为它是铸铁锅啊，所以就算我把火关掉，还是会有一些热度在。都变焦糖，一层焦糖在上面。好吧，我们稍微弄一下就好了，然后就直接把它放进来了。来，这里的应该会很甜，这块有焦糖在上面。再弄一片好了，再放一片下去。刚糖倒的有点多。加一点点的寿喜烧酱汁，加一点点就好哦，让它去煮一下。对，好啦，可以了。你等我放这啦。然后在准备要吃的同时，我们把这个牛油再稍微牛油在里面让一下。那现在已经有那个煎牛肉的味道在里面了，那这块牛油就放在里面。我们的洋葱让它煎一下。通常这个时候放葱白，可是我没有在管的。我们也让葱可以去煎一下。这个娃娃菜，我们也把它放进去。然后红喜菇，会闻到那个焦糖的味道。这时候我们就倒一点酱汁进去。火不要开太大，让它煮一下。然后现在吃这个肉，我们先吃刚刚第一片好了。刚第一片，
焦糖味的。温泉蛋把它弄破来当做酱汁。试试看，超好吃的，而且有点糖脆脆的感觉，这是关西风特别的地方。这一块是后来的那一片，比较没有翻车的那一片。哦，这块比较好吃，没有翻车的管比较好吃。我觉得比起日本和牛、澳洲和牛更有味道一点。我觉得像寿喜烧那么风味那么重的东西啊，我觉得澳洲和牛搞不好更适合，但日本和牛就是有一种清甜的味道啊。好，那我再试试看这个，这个是 M45的翼版，把它放进去煮一下，这是用机器推的，我们稍微煮一下下就好了。我觉得这块比较好吃，有没有错？我再吃一块89的，是我刚刚那个翻车吗？搞不好是那个糖浆啊，太脆口，脆脆的。我觉得差异不大。你真的要问我，我觉得差异不大。好，我们再来吃看这个，这个是卡塔罗斯。对，或者是热眼心的部分。那因为我拆了之后就有点散掉啊，这是 M45的，可以看到它筋就是稍微多一点点。哇，超好吃哎，好软，我是超好吃的。那这 M45跟没有什么差，我觉得超好吃的啊。我觉得蔬菜都吸了那个酱汁之后，超好吃。一颗温泉蛋根本不够沾啊！好险我有煮4个。那我要做一件邪恶的事情，我想要拿肉去包葱。葱放进去，包起来，充分的沾满我的温泉蛋。从福冈买回来的万能止味剂，这本来应该是火牛肠锅用的啦，管它的，这一定赞的啊！超爽的，肉包葱。包蔬菜都会超好吃。我竟然忘了放豆腐了。寿喜烧本体应该是葱跟豆腐，那我们就随性一点切啦。那你要用什么豆腐？我觉得都无所谓，家常豆腐啊，什么豆腐都可以。再加一点酱汁去煮。理论上应该豆腐一开始就要开始煮了，这样它还比较有时间去吸酱汁，然后你就可以把旁边的菜吃一吃，然后再加新的菜进去，又是一锅，赞。豆腐我刚刚翻过面了，所以它现在非常的入味。有些人会把豆腐拿去烤，或是先煎啦，对，那个都无所谓，对，你要烤或煎都可以。这是家常豆腐，不同的豆腐会有不同的味道啊，看自己个人喜欢。其实我第一次用这个豆腐，它豆味很重，比较像甜点的感觉。这寿喜烧里面变得像有点像豆花，焦糖豆花。不错不错。那今天我们教的这个关西风的寿喜烧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到留言区留言。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者你加入我们的赖社群。在我们的赖社群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人，他可以回答你很多料理相关问题。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donate，这样。那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